我是九龙真人，来阳城见我。我是九龙真人，停火！全他娘给我停火！立刻给我调集所有的武装直升机，包机飞华夏阳城，真主出山啦！是少主的声音，整整10年了。少主终于召唤我们了！立刻推掉明天和各国首脑的100亿会谈，包下最快的私人专机，目标华夏阳城，谁敢阻拦，杀无赦！站住！你他丫眼瞎了吗？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阳筹顶级拍卖行的 VIP 核心会客室。今天九龙会的大佬们在这里开绝密会议，你一个送外卖的臭屌丝也敢往里闯？跟你说话，你聋了是不是？我让你滚出去！住手！哎呦，肖会长，您怎么亲自出来了？您放心，这个不知道哪来的乞丐捣乱，我这就替您把他的狗腿打断，把他丢出去。你这个没长眼的家伙，你想死别拉着九龙会给你陪葬，那可是掌控全球万亿财富的少主啊！一句话就能让世界颤抖的九龙真主啊！肖会长，您打我干什么？我可是给咱们商会每年上供5个亿的核心成员啊！属下萧远山叩见少主，恭迎少主大驾。少主，萧会长竟然叫他少主，那他岂不是传中那个神秘掌控着九龙会绝对生杀大猎的九龙真主？天哪！我刚才竟然在看这位神明的笑话，完了，全完了！少主，我瞎了眼啊！我不知道是您大驾光临，求您把我当个屁放了吧！求求您！你刚才说要打断我的腿。滚！把这个弄脏了少主眼睛的不知死活的东西拖出去，永远扔出阳筹！不要啊！我错了。今天召集你们过来，只为2件事：第一，立刻调集50亿现金，在接下来的拍卖会上把那张神农古方给我拿下来；第二，四海商会那帮蛇鼠之辈最近在江南行省跳得太欢了，我要你们集结九龙会所有的商业资源和地下势力，1周之内把四海商会在省的盘口给我彻底砸烂，一举接管。做梦！周云海，你疯了吗？你老子当年也是九龙会的功臣，你竟敢对少主如此不敬，还不立刻跪下！少主，呸！我看你是老糊涂了，随便从哪儿找来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就想骑在我们这些身价100亿的大佬头上发号施令？什么冒牌少主？我等这一天等了足足3年了，只要今天把这个来路不明的小子赶下去，我周云海就能顺理成章地接管整个九龙会那万亿规模的财富帝国。各位叔伯，你们都快50岁的人了，难道真的甘心给一个20出头的穷光蛋下跪吗？你们听听他刚才说的是什么荒唐鬼话？他就是个疯子，一开口就要我们拿50亿出来去买一张破纸，还要我们拿自己的全部身家去和四海商会那种跨国巨头拼命。这小子分明就是个空手套白狼的江湖骗子，他就是想拿我们九龙会弟兄们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去填他自己的无底洞，想坐享我们100亿资产，他算个什么东西？周少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凭什么让我们出钱去和四海商会死磕？就是，这九龙会可是我们这么多年真金白银砸出来的，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老东西，你这是在教我做事吗？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败类，当年要不是九龙真人出手，你们早就家破人亡了。现在翅膀硬了，想造反吗？老夫今天就替少主清理门户，废了你这个欺师灭祖的败类！少主，远山，退下！疯犬乱吠，你难道还要咬回去吗？师父当年随手布下的一枚贤旗，终究是被世俗的同腥味彻底腐蚀了。既然根已经烂了，那就没有留着的必要了。周云海，你说的对，强扭的瓜不甜，强留的狗不康家。九龙会能有今天的泼天富贵，全靠我师父九龙真人这4个字在前面给你们挡风遮雨。既然你们觉得自己的翅膀硬了，想独吞这份家业，好，我成全你们。从今天，
从现在这一刻起，我代表九龙真人正式宣布，九龙真人与九龙会彻底一刀两断，你们的死活与我再无半点瓜葛。太好了，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没有你这个累赘，我们九龙会照样发大财，赶紧离开吧，身无分文的家伙。7天后，我看你们怎么彻底覆灭。我提议立刻罢免那个来路不明小子的所有特权，把他彻底踢出九龙会。同意的举手。完了，全完了！这群被利益蒙蔽的蠢货，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刚刚抛弃了怎样一尊无敌的神明。九龙会要在今天毁于一旦了。萧元山，你这是在威胁我们吗？你们会后悔的，你们绝对会彻底万劫不复。既然你们执迷不悟，老夫当众宣布，我萧元山正式退出我苦心经营了10年的九龙会。从此以后，九龙会的生死与老夫无关。老家伙，赶紧走吧，正好把会长的位置给本少爷腾出来。从今天起，九龙会我周云海说了算。里面那帮老东西疯了，他们竟然敢造反！但我刘瑞不傻，能让高高在上的萧爷吓得跪地磕头的人，绝对是手眼通天的绝世真神。只要我今天能抱住这条大腿，我刘瑞就能一飞冲天。少主留步啊！怎么，腿没被打断，还想来自寻死路？不，少主您误会了，我刘瑞之前是愚昧无知，但我现在彻底清醒了。少主，里面周云海那帮白眼狼造反，那是他们有眼无珠，我刘瑞愿意做您身边最忠诚的奴仆。这胖子虽然蠢，但见风使舵的本事倒是一流。既然九龙会已经烂透了，我正好需要在阳愁扶持一把新的听话的利刃，来碾碎周允海那帮乌合之众的骨头。你想做奴仆？可以，从今天起，阳城古玩协会的所有拍卖业务，以及整个行省地下黑市的70%份额，全交给你打理。阳城古玩协会的所有业务，行省黑市70%份额，这可是每年净利润17恐怖的数百亿大盘啊！少主，您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这盘子太大了，我刘瑞何德何能？而且这些业务一直都是李国权李会长亲自把控的呀！我说给你，就是你的。李国权伦那边，自然会有人通知他。这怎么可能？几百亿的盘子就这么随口赏给我了？难道他真的是个骗子？周云海他们赌对了？李会长，您好，我是小刘啊。刘瑞是吧？听好了，从现在起，我名下控制的阳城古玩协会所有拍卖业务以及行省黑市的渠道，全部无条件转交给你负责。所有的交接手续，10分钟后送到你的办公室。李会长，您怎么会突然把这么大一块肥肉给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该问的别问，你只需要知道，那是我干爹亲自吩咐的。我干爹的命令在阳城就是圣旨，你给我照办就是了。干爹，那是李首富的干爹。我抱上真神了！我刘瑞今天抱上旷世大腿啦！周云海，你们这群有眼无珠的蠢货，你们完了，你们全完了！各位来宾，各位尊贵的董事长，这就是本次拍卖会的终极压轴至宝——3000年不腐的神农古方残卷，它的价值已经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现在起拍价1000万，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万。竞拍正式开始。1500万，2000万，我出2000万，4000万！丫的，这群老东西疯了！一张破竹简也抢成这样。不过，只要我能帮藤田先生拿下这古方，四海商会的100亿资金和人脉就会为我赵家所用。林川那家伙就死定了。藤田先生，价格已经逼近8000万了，我们什么时候出手？华夏人就是喜欢在这种小打小闹上浪费时间。赵少，给他们一点来自东洋财力的震撼吧，直接清场。都他丫的给我闭嘴！就凭你们也配在这里争这等宝物？本少爷出1个亿，1个亿！赵家大少爷出价1个亿！天哪！还有没有更高的？1个亿第一次，1个亿第二次，1个亿
地2个亿。林川，你个吃软饭的家伙，你丫的找死！2亿1千万3个亿，3亿1千万，3亿2千万，3亿3千万，3亿4千万，3亿1千万，4个亿。这个家伙绝对是故意的，他就是想给我抬价，让我花几倍的冤枉钱买下这个药方。我绝对不能让他得逞！世豪，可以了，再往上叫就超出了我们四海商会的预算。这家伙明显是故意抬价，想让你高位接盘，不如成全他，让他花4个亿买一张破纸，自食恶果。既然林先生这么想要，本少爷就不夺人所爱了。怎么了，林川？你怎么笑不出来了？想故意给我抬价，结果没控制好火候，自己接盘了吧？花4个亿买一张不知道写了什么的破废纸，你慢慢留着当传家宝吧。区区4个亿买下千年古方，血赚。本来准备了10亿，没想到赵少这么快就蔫了。也是，总好过某人前段时间脑子进水，花了整整15个亿买了一块烂地砸在手里，现在资金短缺，连4个亿都拿不出来了吧？林川，你竟然当众揭我的短，让我赵家沦为全阳城的笑话！林川，你给我等着，我们走！4个亿，第一次；4个亿，第二次。慢着，我出4亿1千万。正愁没人来当这个接盘的提款机，你终于入篮了。今天我就放干你的血。收钱了！4亿6千万，5个亿。周云海，你疯了吗？九龙会弟兄们辛辛苦苦攒下的钱是让你这么挥霍的吗？老东西，你既然已经自愿退出了九龙会，那九龙会就跟你再无半点瓜葛。本会长怎么花钱，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既然你这么喜欢当冤大头，我就成全你，让你把九龙会的血彻底放干。6个亿，7个亿，7亿5千万，哼，8个亿，林川。我知道你渴望这卷古方，但就凭你那点微薄的软饭钱，拿什么跟背后庞大的九龙会斗？我劝你趁早放弃，别做无谓的挣扎了。10个亿，10个亿，这小子怎么可能真有10亿？再往上加，就超出我能动用资金的极限了。不可能，他绝对没这么多钱！我要求立刻查验他的账户。抱歉，周总，林先生早已通过本行级别的验资，如果您不再加价，古方将归林先生所有。10亿5千万！坑已挖好，等你入坑。他没钱了，他不敢跟了，快落锤啊！10亿5千万，恭喜周总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拿下千年古方。终于拿下了。不好意思啊，林先生，看来这稀世珍宝最终还是落在了我手里，跟我斗，你配吗？恭喜周总，花10个多亿买了一张废纸，确实够阔气。希望九龙会的资金链能扛得住你这么造。死鸭子嘴硬，你现在心里估计已经后悔的滴血了吧？要是没我半路杀出来，这药方早就是你的了。我不着急，周总哪天觉得这张废纸不值钱了，可以联系我，5个亿我回收。5个亿，老子花了10亿5千万，你竟然想用5个亿买回去？你做梦！老子就是一把火烧了它，也绝不卖给你。随你，我不勉强。不过到时候，希望你的骨头能像你的嘴一样硬。林川，你个杂碎！不仅在拍卖会上让我赵家颜面扫地，还敢当众拿那块烂地嘲笑我！我绝对不放过你！你这成事不足的家伙！老子问你，那15个亿你要回来没有？赵公子饶命！还没！我给了你15个亿，让你去收地，结果那块地变成了一文不值的烂地，你竟然让孟家那帮家伙钻了空子，
把钱全套在他们手里了。今天晚上之前，你要是拿不回那15个亿，我就把你装进麻袋，灌上水泥沉江。世豪，成大事者怎么能因为这点小钱和几个跳梁小丑就乱了分寸？藤田叔叔，这口气我咽不下去。药方没拿到，15个亿的资金还被套死了，我回赵家怎么向我爸交代？我的时间很宝贵，把他带下去。那15个亿的烂地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可不像你赵大少平时的作风啊！还不是那个该死的赵金城！本来想借着行使开发的内部消息提前把地拿下，谁知道规划变了。这烂地原本是林川那个家伙买下来填坑的，结果赵金城这个呆子竟然找了个中间商孟家，把我们赵家的15个亿借给孟家，让孟家去把那块废地接盘了。现在地砸在孟家手里，钱我们要不回来，我们赵家反而成了最大的冤大头。你说什么？卖这块地的人是林川，而接盘的中间商是孟家。那个孟家是不是有个叫孟童书的女人？没错，就是那个孟童书。那个女人之前还是林川的未婚妻，真晦气！林川身边的人都他丫的克我。林川一个刚下山的穷小子，凭什么能在阳城呼风唤雨？肯定是靠着楚家那个女总裁楚乔然上位。他抛弃了孟童书这个前未婚妻，去巴结楚乔然，但暗地里绝对还有藕断丝连。只要捏住孟童书，就能直接捏住林川的死穴。世豪，天助我也！我本来还发愁怎么在扬州彻底整死林川，现在他自己把刀递到了我们手里。藤田叔叔，您这是什么意思？15个亿都要不回来了，还天助我也？世豪，15个亿算什么？我要你用这15个亿的滔天巨债去逼迫孟童书嫁给你。藤田叔叔，你开什么国际玩笑？让我娶孟童书，那可是林川不要的女人。我只对楚乔然那种女总裁感兴趣。愚蠢！谁让你真把她当少奶奶供着了？这是绝世毒计。你想想，林川现在的靠山是楚乔然，如果你强行娶了孟童书这个林川的前未婚妻，就是当着全天下的面把林川的尊严踩在脚底，狠狠碾碎，狠狠地鞭策他。林川那个狂妄的性格，绝对会为了孟童书失去理智大闹婚礼。到时候我们再借机去楚乔然面前煽风点火，说林川对前任旧情难忘。楚乔然这种高傲的女总裁，绝对会一脚把林川踢开，断了他的靠山，碎了他的尊严，还要让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人被你踩在脚下，这不比直接灭了他更让他难受吗？对啊，林川在拍卖会上让我丢尽脸面，那我就娶他的女人，让他当全天下丢脸。我要让他跪在我的婚礼上，看着我入洞房，妙！藤田叔叔，这招太妙了！来人，抄家伙，把赵家所有的精锐都给我叫上！人都到齐了吗？目标孟家大宅。今天晚上，要么连本带利交出20个亿，要么就乖乖把孟童书交给我。送与本少爷来抵债，出发！这菜怎么还没上？少主已经等半个多小时了，属下去催一催。你们也没上菜啊？我们这桌就上了1道凉菜，后面等半天了。老板，人呢？菜还做不做了？去后厨看看。是。童叔，这块地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规划已经改了，现在这块地没有开发价值，短时间内根本卖不出去。15个亿，我们孟家就是把所有资产都卖了，也补不上这个窟窿啊！不行，我已经欠他太多了。那块地的事，是我孟家自己选错了路，不能再把他拖进来。外面是什么人？
孟家人欠赵家的20个亿，该还了。20亿，我们借的是15亿，哪里来的20亿？违约金、精神损失费，本少爷说20亿，就是20亿。赵世豪，你这是敲诈，我们会走法律程序。孟童书，今晚我给你2个选择，要么你们孟家现在拿出20亿，要么你做梦！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孟童书，咱们。林川，孟童书，今晚你不嫁也得嫁。有人昏迷，快打120！少主，出事了！是急性药物中毒，毒气已经攻心，等管事的来了，他们都凉了。小伙子，你谁啊？你懂医术吗？就敢乱碰，万一出了人命，你负得起责任吗？就是啊，看着毛都没长齐，还是等专业的救护车来吧。我看你们谁敢，都给我闭嘴！我家少主乃是名震阳城的绝世神医，再敢阻拦，耽误了救命，你们谁担得起？好霸道的毒性，应该是误食了某种烈性药物导致急性衰竭。不过在我面前，阎王也抢不走人。拿水来，吐出来。我不疼了，我刚才感觉自己都踏进鬼门关了。神医啊，真的是神仙下凡啊！2针就能把死人救活，这中医也太神奇了！小神医，谢谢您的救命之恩，这卡里有15万。医者仁心，举手之劳罢了，我不缺钱，这钱你拿回去好好调理身体。你要是真想报答，今天全场的单你免了就行。少主的医术与医德，属下佩服的五体投地。喂，林川，救我！赵世豪他带人撞开了大门，他要强抢！赵世豪，你敢动他？今晚我会亲自去赵家讨回这笔账。